人說啊，喜劇的內核是悲劇，但今天啊，咱們聊的是喜劇的內核竟然成了某些人的照妖镜。都知道星爷的年度神作《功夫女足》火了，票房啊已经超過10亿，据说啊奔着30亿去。這本是件把酒言歡的喜事，可偏偏這陣風啊刮過海峽，讓韓國那邊的思密達破防，甚至有知名教授啊帶着10幾家媒體敲鑼打鼓的控訴星爺啊你在抹黑我们。我當時就樂了，還真是黑流也是流呀，非蹭不可嗎？這讓我想起了莊子裡的一句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星爺呢是拍電影，是藝術加工，是無厘頭的巔峰，而某些人呢，那是眾鳥高飛盡，胡去獨去閒。你們這是要把自己架在火上烤，非要硬生生把自個兒往小丑那個坑裡跳啊！這波思密達們撈到了什麼好處啊？咱不知道，反正功夫女足肯定又疊了一層 buff， 又要衝上新高度。我是白房大招，歡迎來到岛屿居。很多人刷到熱搜只看熱鬧，只知道韓國網友因為片中一直叫韓國網友因為片中一直叫梨花隊的反派球队暴怒，卻沒人深挖3層核心的真相。第一層，星爺的無厘頭反派從來不分國別，漫畫醜化是他30年電影的一貫手法，為何唯獨這次韓國單方面強行對作入號？第二層，這支虛構梨花隊賽場假摔、小動作不斷、功力至上的喜劇橋段，真的是憑空抹黑，還是藝術照進現實的諷刺縮影？第三層，2000年的老子孫武寫下的競技道義，對比不分賽場唯勝負論的扭曲心態，高下立判。今天咱們不做無腦互噴，不搞偏激對立，我會復盤2002年韓日世界杯那段足壇無法抹去的歷史爭議，拆解徐炯德教授常年碰瓷文化議題的過往操作，掰開揉碎講透星爺電影藏在喜劇外殼下的內核。別劃走全程乾貨拉買，看完你會明白，真正玻璃心的從來不是觀眾，而是輸不起、聽不得半句客觀諷刺的人。先拋出一句星爺藏在電影的潛台詞，也是今天整期視頻的核心論點：足球是用來踢的，不是用來贏的。功夫是修心修身的，不是用來算計對手、投機取巧。先完整梳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保證沒看過電影、沒刷過熱搜的你，也能一秒看懂矛盾根源。周星馳沉澱多年打造功夫女足，延續少林足球、功夫一脈相承的無厘頭漫畫喜劇風格。故事主線非常純粹，一群平凡普通、毫無背景的女足姑娘，靠着自幼修習中國功夫，彌補身體素質短板。團結一心，腳踏實地，一路過關斬將，站上亞洲頂級賽場，最終憑硬實力逆風翻盤，拿下冠軍。影片所有衝突全部來自一支完全架空、沒有任何現實原型的反派隊伍——梨花隊。這支虛構隊伍的喜劇人設是所有爭議的導火索。咱們客觀複述影片橋段，不帶主觀抹黑的，只講鏡頭呈現的畫面。賽場之上，梨花隊球員擅長惡意伸腿、隱蔽衝撞、干擾進攻。一旦被對手正常對抗碰倒，立刻原地誇張倒地，五官扭曲痛哭，甚至靠精湛演技騙取裁判的黃牌紅牌，靠盤外招打亂對手的節奏。這裡讓我突然想到了本屆世界杯阿根廷對埃及的那場，因為那場我是全程看完的。至於別的場次比如佛的腳，但是那場我是真沒看過。懂行的家人評論區見。賽場休息間隙隊員們完全不在意戰術復盤，人人隨身帶美瞳化妝鏡，一邊補妝一邊盤算如何制造衝突博取同情。台詞裡穿插幾段蹩腳生硬的韓語對白，用來制造反差喜劇笑點，純粹服務無厘頭的搞笑效果。單看劇情這就是周星馳最經典的反派塑造套路。看過星爺電影的人都清楚，他筆下所有的對立角色永遠是極致誇張、臉譜化、充滿荒誕諷刺的。少林足球裡靠違禁藥物改造身體，蠻橫暴力，只懂投機取勝的魔鬼隊；功夫裡橫行市井，恃強凌弱，靠權勢欺壓普通人的斧頭幫；九品芝麻官裡貪贓枉法，顛倒黑白的官绅惡霸。星爺從來不會精準指代某一個國家、某一類群體，反派的作用只有一個，用極致功利、不擇手段的反面形象，襯托主角堅守本心、憑實力取勝的正向內核。可偏偏這段純粹服務喜劇創作的架空劇情，精準戳中了韓國輿論的敏感神經。
韓國城西女子大學知名教授徐炯德率先在海外社交平台長篇大論公開發聲，直接定性功夫女足刻意貶低、系統性醜化韓國女足，污名化韓國女性運動員。他的核心邏輯只有一條：片中的梨花隊3個字兒對標韓國高校梨花女子大學，等同於直接映射羞辱韓國女性群體與韓國女足。徐炯德發文之後連鎖反應瞬間爆發，韓國10餘家頭部主流體育娛樂媒體集體轉載跟進，通篇截取梨花队假摔、補妝、韓語對白的鏡頭放大批判，統一口徑控訴影片踐踏體育公平精神，刻意制造地域對立。海量韓國網友湧入評論區集體宣洩不滿，全網刷屏呼籲院線永久抵制功夫女足上映，甚至滋生出一條無稽謠言：韓國國民演員宋康昊拒絕參演本片的相關角色。這兒提前避個謠，劃重點，避免大家被網傳假消息誤導。韓媒雙方劇組工作人員早已澄清，周星馳僅在電影節活動跟宋康昊簡單合照，隨口玩笑邀約未來合作，從未送出本片劇本，洽談梨花隊相關角色，根本不存在看完劇本因不滿劇情拒演一說。這條傳言只是網友情緒發酵腦補出來的不實內容，不具備任何事實依據。反觀國內華人，全球熟悉周氏喜劇的觀眾觀點高度統一，全部覺得整件事充滿荒誕喜劇感，純粹的影視架空角色，誇張喜劇橋段，完全是韓方單方面過度解讀，強行對號入座。就像我們看好萊塢電影的反派商人、暴力黑幫，不用自動帶入本國企業家、普通民眾；看歐美喜劇裡投機取巧的運動員，也不會認定是刻意抹黑本國體育。藝術創作本就是誇張虛構的空間，何必把漫畫化的虛構人物強行綁定現實裡的全體運動員？影片票房走勢也足以說明普通觀眾的態度。即便跨國輿論爭議持續發酵，功夫女足內地票房穩步攀升，上映一周穩穩突破10億，專業機構預測穩穩破30億，線下觀影熱度更是只增不減。無數觀眾看完表示，影片內核是女性奮鬥、功夫修身、公平競技，全程沒有刻意針對任何國家，反派只是推動劇情的工具人，沒必要上綱上線。說到這兒，很多觀眾會產生第一層疑問：既然是虛構劇情，為什麼徐炯德跟韓國媒體反應如此激烈？僅僅是單純敏感，還是背後有長期一貫的操作邏輯？這就得深挖徐炯德多年來的一貫行事風格，看清這場輿論討伐的底層邏輯。提起徐炯德，熟悉中韓文化議題的網友不會陌生，他常年活躍在社交平台，以頻繁針對中國文化、國產影視作品發起抗議，投訴出圈，堪稱常年文化碰瓷專業戶。過往一系列操作早已驗證他習慣性過度敏感，強行綁定對立的處事模式，絕非本次功夫女足才第一次爆發情緒。早年間，網絡百科標注泡菜、參雞湯起源於中國古代醃菜、粵菜藥膳相關。徐炯德立刻發文抗議，要求平台修改詞條，否認華夏飲食文化對外傳播的歷史脈絡。國際平台將春節標注為 Chinese New Year， 他牽頭發起全網活動，強制要求統一修改為 Lunar New Year， 刻意割裂春節的中華文明根源。國產影片《飛吧冰上之光》刻畫賽場犯規橋段，他直接向國際奧委會發送長篇投訴郵件，控訴影片醜化韓國短道速滑選手，甚至極端呼籲奧運會不要在中國舉辦。就連影視服飾、普通藝人中文標注泡菜詞彙都能被他抓住細節，大肆批判，點名施壓。簡單總結，他一貫的底層邏輯就是：但凡影視作品、文化資料中出現任何跟韓國相關的負面虛構橋段、客觀歷史表述，不分藝術創作，不分史實考據，第一時間全部定性為刻意抹黑、惡意貶低，立刻聯動本土媒體放大負面輿論，煽動大眾抵制，從來不會區分藝術虛構與現實群體，永遠習慣地將文藝作品的角色等同於全體國民、全體從業者。本次針對功夫女足的控訴只是他這套固定操作的複刻升級版。可這裡出現一個極具諷刺的矛盾點：如果賽場投機、頻繁假摔、依靠盤外招取勝的虛構反派，就等同於抹黑韓國全體運動員，那20多年前真實發生在世界杯賽場，有完整錄像，多名當事裁判事後親口否認大量爭議判罰，又當如何解釋？《道德經》第31章有言：“夫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洽談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足球賽場的對抗本質如同古代兩軍對壘，比拼實力、意志、配合，勝負乃是常態。真正熱愛競技的人不會把贏當成唯一的目標，如果為了取勝不擇手段，以投機取勝為荣，便是本末倒置，失了競技的本心。道德經第68章更是道盡强者真諦：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語。真正擅長競技、有底氣取勝的隊伍，不會依靠小動作、假摔、場外招獲利，堂堂正正憑硬實力對決，無需算計，無需鑽規則漏洞。這便是不爭之德。孫子兵法軍行篇提出頂級競技思維：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想要贏得比賽，核心是打磨自身實力，讓對手無法擊敗自己，並不是挖空心思尋找規則漏洞，依靠場外招削弱對手。這3句流傳1000年的東方智慧，恰恰是周星馳2部足球電影貫穿始終的核心內核。少林足球批判靠耀武黑幕取勝的功利球隊，功夫女足諷刺靠假摔、小動作投機的梨花隊。2部影片歌頌的永遠是沉下心打磨自身、光明磊落比拼的普通人。星爺想傳遞從來不是針對某一個國家，而是批判全球体育圈普遍存在的唯胜負論扭曲風气。這是普世讽刺，不是地域抹黑。反觀2002年韓日世界杯，韓國隊創造亞洲足壇歷史第4名的背後，滿是至今無法抹平的判罰爭議。完整錄像，當事裁判事後親自承認的誤判，全部有據可查。咱們客觀、完整、中立復盘3場關鍵比賽。小組賽，韓國对阵葡萄牙，全場韓國球員兇狠貼身對抗，多次惡意鏟球，肘擊動作全部被裁判縱容。葡萄牙2名核心球員接連吃到紅牌被罰下場。韓國隊在人數占優的局面下完成絕殺，拿下出線主動權。整場判罰尺度嚴重失衡，多年來持續被足壇球迷討論。1/8決賽，韓國2比1淘汰意大利，就是足壇知名的大田慘案。當年那支意大利坐擁布冯、馬爾蒂尼、維耶里、托蒂一眾殿堂級巨星，紙面實力遠超韓國。比賽全程爭議不斷，李天秀抬腳猛踹馬爾蒂尼後腦，鮮血直流，裁判沒有任何判罰。金泰印多次肘擊皮耶羅，飛鏟贊布羅塔，全部被裁判視而不見。反觀意大利球員正常卡位，輕微抬手，卻頻繁收穫黃牌。加時賽更是2大致命誤判，直接改寫結局。托蒂突入禁區被韓國後衛正面絆倒，全場肉眼可見的身體接觸。主裁判莫雷諾反判托蒂假摔，出示第2張黃牌，將核心罰下。隨後托馬西單刀破門，被無理由吹罰越位無效。最終安真煥頭球金球絕殺意大利，豪門韓援出局。多年後主裁莫雷諾接受採訪，親口承認韓國球員飛鏟贊布罗塔屬於理應紅牌的嚴重漏判，證實當年裁判存在重大的偏頗。這才哪兒到哪兒。再看1/4決賽，韓國點球淘汰西班牙，埃及主裁甘杜爾再度上演多次逆天誤判。常規時間，西班牙頭球破门，被吹衝撞門將，進球作廢。加時賽，华金底線傳中，皮球完整未出底線，莫倫特斯頭球破門絕殺，邊裁強行舉旗判定出界，抹殺有效進球。西班牙多次单刀被虚假越位吹停，韓國粗暴防守全部免責，心態崩盤的西班牙點球落敗，韓國歷史性的殺入了4強。賽後甘杜爾公開承認，當年2粒有效進球被无理由吹掉。如果当時有 VR 技術，比賽結局會徹底改寫。再看西班牙球員與裁判的對峙，3場關鍵賽事，3場尺度失衡的判罰，依靠多次偏袒性吹罰，韓國隊拿到至今亞洲唯一世界杯4強名次。這段史實，全球球迷有目共睹。各類足壇紀錄片、裁判採訪、完整比賽錄像全部留存，絕非憑空編造的抹黑。說到這兒，就能解開所有人心中最大的反轉痛點。星爺20年前拍攝《少林足球》，批判靠黑幕、耀武投機取勝的球隊；24年後拍攝《功夫女足》，靠讽刺假摔、小動作算計對手的隊伍。影片裡所有反派的投機手段，現實綠茵場都曾經真實上演。如果說電影裡的虛構梨花隊假摔、小動作是刻意抹黑，那當年真實發生有錄像佐證的世界杯爭議，又當如何定義？如果運動員被虛構角色映射會感到冒犯，那當年被多次不公判罰斷送赛程的意大利、西班牙全體球員又向誰來討要公道？雙重標準
才是這場輿論風波最諷刺的內核。星野只是把全球體育圈普遍存在的功利亂象用無厘頭喜劇放大諷刺，沒有特指任何國家，可唯獨韓國輿論主動對號入座，只看得見電影裡虛構橋段，選擇性遺忘歷史上真實發生的賽場爭議。道德經有言，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己喪無寶，放在輿論心態上同樣適用，容不下半句客觀諷刺便是心態上的輕敵，反而落得失了格局。莊子有言，夏蟲不可語冰，井蛙不可語海。星野執筆半生，以無厘頭寫盡人間百態，用喜劇諷刺世間亂象。功夫女足從不是針對一隅一地的刻意抹黑，而是對全球體育唯利至上、唯勝獨尊的功利亂象最溫柔也最犀利的叩問。虛構的梨花隊是藝術加工的喜劇縮影，而真實賽場的偏頗亂象卻是篆刻在足壇歷史上有據可查的既定事實。歷史上就真的有這麼下流的一支球隊，他們不只利用主場之力收買裁判，還在球場上演全我行，把對手打得血流如注，其手段之卑鄙堪稱是足球史上最大的污點。他們就是02年世界杯的南韓國家隊啦。2002年的世界杯是非常特別的一屆，因為這一屆的世界杯在日本和南韓舉行，是歷史上首次由2個國家來聯合舉辦。那能夠在自己的國家比賽，南韓隊當然是有些主場優勢。在小組賽裡面，他們就踢出2勝1和0負，以小組第1名的身份出現。不過在對陣葡萄牙的那場比賽，因為球證先後以紅牌把2名葡萄牙球員判罰離場，最後在11打9的情況下，南韓隊才得以進了1球險勝。當時就已經有球迷質疑裁判偏袒南韓。不過公道點說，葡萄牙隊的那幾下動作確實是挺危險的，裁判給紅牌也算是合情合理。但接下來的這場比賽就是赤裸裸的黑哨了。小組賽勝出之後，南韓在16強遇到了意大利，而這場比賽的重點除了雙方球員以外，還有來自厄瓜多爾的裁判拜倫·莫雷諾。那為什麼裁判也會變主角呢？你們很快就會知道了。比賽開始後不到4分鐘，雖然意大利因為在禁區拉扯被罰點球，但守門員還是順利的把這球擋下，並且在第18分鐘的時候以頭球成功拿下1分。在取得領先優勢之後，意大利開始進入防守狀態，南韓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找不到機會進攻，於是他們就開始耍起小動作來了。上半場進行到第42分鐘，南韓隊的柳相鐵用肘擊打中意大利後衛科克的眉骨，讓他當場血流如注。但即使是這樣，裁判莫雷諾也還是沒有吹罰南韓隊，而這僅僅是黑哨的開始而已。到了下半場的第3分鐘，南韓隊又走進了意大利的前鋒皮耶羅，結果莫雷諾只判皮耶羅拉人犯規，但對於南韓隊的走擊呢，卻視而不見。那有了裁判的撐腰之後，南韓隊就更加肆無忌憚。沒多久，皮耶羅又中了一次走擊。下半場第24分鐘，南韓球員把意大利的贊布羅塔鏟倒。如果是鏟球的時候誤中副車也就算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南韓球員分明就是瞄準贊布羅塔的腿，而不是球來鏟。可是莫雷諾呢，同樣沒有判罰南韓隊。不過這些都是小 case， 接下來的這一腳就真的是黑到不能再黑了。下半場第34分鐘，南韓隊的李天秀竟然把意大利的馬爾蒂尼的頭當球來踢，而莫雷諾明明就看見了，卻還是沒有判罰南韓隊。這一腳有多誇張呢？我只能說連少林足球都不敢這麼拍。剛才看的都是些明顯犯規的大動作，
南韓隊還有很多小動作我都懶得說了，球員們都是血肉之軀，還不能帶護具來保護自己，又怎麼受得了這麼猛烈的撞擊呢？在莫雷諾的黑哨之下，意大利在下半場完全處於劣勢，最後南韓隊在晚場前追平。而在加時階段，莫雷諾已經是完全放飛自我，想怎麼判就怎麼判。比如意大利的進攻主力托迪，他明明是被南韓球員絆倒的，但是卻被判假摔，2黃變1紅被罰離場。之後雖然意大利率先射進了金球，卻又被邊裁判定越位。在南韓隊的犯規和莫雷諾的偏袒之下，南韓對陣西班牙的8強賽裡面，來自埃及的阿爾干杜爾就借過莫雷諾的黑哨，繼續包庇南韓。南韓隊烏龍球頂進自己的龍門，裁判就說西班牙隊犯規在先。西班牙隊的球在界內就說你出底線，完美斜傳形成單道了就說你越位。就這樣，南韓硬生生的把西班牙拖進點球大戰。而在點球大戰裡面，南韓的守門員又再次犯規，西班牙那邊還沒踢到球，南韓守門員的雙腳就已經離開門線。可是2名裁判對此卻視若無睹，最終南韓在點球大戰以5-3勝出，進入4強。接連2場黑哨讓全世界的球迷震怒，除了南韓以外，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媒體強烈譴責，批評莫雷諾是史上最爛的裁判。西班牙的政府發言人罕有的跳出來表示失望，就連時任國際足總主席布拉德也發聲，認為意大利的確是受到了不公平對待，也承認某些裁判存在問題。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4強南韓對德國的比賽裡面總算沒再出現黑哨的情況，最終南韓隊以0-1輸給德國，在季軍戰又以2-3輸給土耳其，得了個殿軍，但這已經足夠讓南韓隊自嗨了，是作弊。2014年，南韓企業家兼前國際足總副主席鄭孟準被記者問到02年世界盃有沒有賄賂裁判的時候，他就回答：如果我有這個能力，為什麼不呢？等於間接承認了黑哨的真實性。2020年，把意大利球員的頭當球踢的李天秀又在綜藝節目上承認自己是故意的，理由是覺得意大利隊太目中無人。說完之後，李天秀、主持人和來賓還笑了。이태리 선수들이 어찌 보면 좀 못됐어요. 사람에게 좀 깔보는 것도 있고, 그러니까 한국 선수들을 되게 얕보는, 그러니까 제가 봤을 때는 짜증이 나 있는 상태에서 그런 상황이 왔었던 거죠. 黑哨事件之後，各方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南韓的不滿。對陣意大利的時候，射進關鍵一球的安正桓，在賽後被意甲球隊佩魯賈開除，之後他的職業生涯也就平平無奇。富士電視台因為在事件裡替南韓隊辯護而激怒日本網友。剛好那時候富士電視台要拍攝一個以萬人淨灘為主題的節目，網友們就相約到沙灘，提前把垃圾撿走，讓富士電視台沒畫面可拍。最狠的還是要數 C 羅了。2019年 C 羅受邀到南韓進行友誼賽，南韓球迷為之瘋狂，黃牛票價被炒到100萬韓元一張。可最後 C 羅不但沒有上場，還全程黑臉，也拒絕出席簽名會。不少人就認為 C 羅是記恨黑哨事件，才故意擺了南韓人一道。Why didn't you play in Korea?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Korea fans? 至於黑哨莫雷諾在回國後繼續引起不少爭議性判決，導致他被當地足協暫停職務，包括在厄瓜多聯賽基多大學對巴塞羅那體育隊的那場比賽裡面，莫雷諾莫名其妙的把比賽延長13分鐘，直到基多大學以4-3反超勝出後才叫停比賽。而當時莫雷諾正在競選基多市議員，於是大家就質疑他是為了當選才偏袒基多隊。當時現場的球迷非常激動，對着莫雷諾喊打喊殺，搞到要出動警察護送他離開。不能當球證之後，莫雷諾沒了收入，還欠了一屁股債。為了賺錢，他竟然放到走私毒品。2011年，莫雷諾因為帶了6公斤的海洛因入境美國，而被判處2年半的監禁。
直到2019年，距離黑哨事件17年之後，莫雷諾才在一個訪談節目裡承認自己犯了錯，不過也僅僅針對這一場沒給南韓球員紅牌而已。La gente que dice no, los coreanos arreglaron algo con Byron, ¿qué les dices? ¿Alguien se acercó de Corea a hablar contigo? Nunca, jamás. 雖然莫雷諾矢口否認，但看到他偶爾擔任業餘比賽的裁判時被觀眾和球迷追打的影片，就知道公道自在人心了。真正的體面，從不是聽不得半句諷刺，容不下一絲爭議，動輒上綱上線，輿論網暴。真正的競技風骨是善勝不爭，自強修身，憑實力立身，以坦蕩立身。說到這兒，讓我想起了哈蘭德。有句話怎麼說來着？跟哈蘭德踢的每支球隊都得給哈蘭德配一個配將。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都是對哈蘭德最大的不敬。意思是什麼？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一切都免談。所以玻璃心換不來尊重，雙重標準撐不起格局。越是輸不起，越愛較真，越會淪為世人笑談。足球從來不是投機取巧的博弈，功夫從來不是算計輸贏的工具。賽場如此，做人亦然。堅守本心，坦蕩前行，方能行穩致遠，久立不敗。看完本期視頻，你覺得這場輿論鬧劇是刻意抹黑，還是過度敏感？我是白飯大周大周，點讚關注，下期再見。